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1季第3集。难得闲来无事，女士们玩起了保龄球。说来也奇怪，这地方向来是男人们的领地，今天却是一个男人也没有。更何况这还是周二激情之夜，对于想要艳遇的小爱来说，也太没劲了。妻子们倒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男人嘛，左右不过在酒吧、棒球场一类的地方。很可惜，他们这次失算了。男人们都聚集在了格斗场，看着场上的那2名选手贴身肉搏，观众们的情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亢。打啊！你们这帮娘娘腔，国会里打架都比你们好看。就连孩子们也赤膊上阵，高喊着杀戮。对决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，2位选手都牢牢锁住了对方。只见那位白发的选手捏住一只脚，用力把对手踹了出去，然后他把自己弄骨折了。胜负力分，辛普森父子俩也在观众席中。小新很感谢老爸带自己来格斗场，还说我到死都会记得的。比赛结束后，辛巴还带着儿子去要了签名。今晚父子俩确实度过了非常疯狂兴奋的一夜，但辛巴要儿子把这件事放进肚子里，并且警告他千万别在家里玩格斗，如果实在想玩就去学校。学校确实是个适合玩格斗的地方，因为男孩们基本上都喜欢。小胖子作为校霸，自然是格斗的佼佼者。不过那是对于眼镜仔这样的呆子而言，就剩小新的话，可能就是胜负难料了。他们格斗的时候，辛妈恰好来接兄妹俩回家，发现只有辛小妹一个人，她正有些奇怪。突然，孩子们的欢呼声传入了母女俩的耳朵：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辛妈循着声音走了过去，没想到竟看见小新锁住了小胖子的喉咙。辛妈气得不轻，都说还好辛爸没看见他的所作所为，不料辛爸就在旁边，还是吼得最欢的那个。看到妻子来了，这货抛下儿子就溜了。辛妈让小新赶紧把人放了，但小新不服，还说赢了午饭钱。见儿子不服管教，辛妈只好亲自动手。老天给你双腿，不是让你来使夺命剪刀脚的，我只是从终极格斗上学来的这招。听到这话，辛妈吓得大惊失色，她怎么也没想到儿子竟然去看了终极格斗。为了不让小新继续受其荼毒，辛妈决定去阻止这种终极格斗。她刚下定决心，专业帮手就出现了，他就是小胖子。他本意是想劝辛妈放弃，却没想到把废除这项运动的方法论交给了他。年轻人呐，你还是太嫩了点。不过这小子确实有些做策划的天赋，做好了计划就该一步步实施了。辛妈首先邀请朋友们观看了格斗比赛，他们的反应不错，看起来都挺反感这种暴力行为的。然后辛妈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，这东西很不对他的胃口，不该有人喜欢这种东西。很好，女士们对这句话深表赞同。这时小新跑过来企图阻止妈妈的行为，还让老爸也帮忙劝劝辛妈别禁止格斗。可辛爸早就已经被收买洗脑了，现在扎根在思维里的是终极格斗是野蛮的、暴力的，对你们这些小孩子有坏的影响。没想到就一个蛋糕就让辛爸叛变了，小新对他很失望，但辛爸也没办法啊，他根本拒绝不了奶油的诱惑。辛爸被策反之后，不得已加入了抗议队伍，晚上就和女士们一起在格斗场门前举牌抗议。结果没坚持多久，就在黄牛那买票进场了。丈夫此举无疑激怒了辛妈，她打算深入敌营，从内部瓦解格斗。于是辛妈也在黄牛那买了票，进了格斗场。此时在格斗场的2楼，创始人正和律师一起等待着比赛开始。然后就看见辛妈气势汹汹地朝着中心的场地走去，那女人胸没整过，估计要坏事了。创始人猜得不错，辛妈弯腰走进了比赛区域，然后拿起话筒就说要他们拆掉这个斗兽栏。他这嚣张的发言立刻引起了观众的一片嘘声。律师正打算出言赶走辛妈，却被创始人制止了。他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，只见他点亮了大屏幕，直接暴露在辛妈面前。得知这女人的想法，不只是关闭格斗场，还让自己把所有赚的钱全都拿去做慈善，或者是换成其他运动，比如那种把球打进洞的。虽说辛妈的话着实是过于，但创始人并没有生气，也没有嘲讽，反倒说辛妈的话很有道理，他会停止格斗。不过前提是辛妈能在竞技场打败他。原来他是在这里等着辛妈呢。看到辛妈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，他才显出真面目。怎么了？这要请示你的丈夫吗？话音刚落，观众席上的男人们全都笑了起来。创始人还把辛妈的头接在了驴的身上，这通操作彻底把辛妈给惹毛了。他当即就接下了这份挑战书。果然啊，激将法在任何时候都很有用。父子俩得知辛妈要和创始人对决，都吓坏了。妈妈，你不能跟那家伙打。是啊，他会把你打残的。虽然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，可辛妈觉得他不能退缩，我要实现的目标远远大于我个人。况且在他看来，创始人应该不至于对女人下死手。但看那架势，估计是辛妈太过乐观了。现在大屏幕里就已经有他被创始人狂揍的动画了。既然对决已经避无可避，辛妈就决定从现在开始锻炼身体。不过她选择的是艺术体操，很难想象她能用这个去打格斗。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显然也很不看好，就连辛小妹都抱怨辛爸没管好自己老婆。辛爸的朋友们也是同样的想法，一个不小心 Maggie 就会落个终身残疾，浑身上下除了左脚趾头什么也动不了。一听这话，辛爸脑海中有画面了，卧床瘫痪的妻子以及那些不明所以的话。为了避免这想象成为现实，辛爸决定让妻子接受专业
专业的训练。通过卡尔，辛巴带妻子见了著名拳击手，从他的身上，辛巴学到了拳击手的锻炼方式，也就是按照他说的顺序挨个击打刺青。接着，夫妻俩又来到了柔术馆，柔术奉行的是借力打力，这位日本教练的功力确实比较深厚，两手一翻就把辛巴撂倒在地。就连辛巴这种重量级选手，他也是仅托一只手就固定住了，还轻轻松松把辛巴拧成了麻花。接着是秃头，这位老人的摔跤技术不容易模仿，只有他这样的重量才能骑在对手身上，而让对手丝毫提不起与之战斗的兴趣，可谓是伤敌为零，自损1000。偏偏秃头格外的执着，辛巴都去开家长会了，还抱着他的头发不肯撒手。清晨，夫妻俩比往日都醒得早些，就想趁着孩子们没起床再温存一下，没想到才进行到接吻的环节，就被窗外的创始人强行打断了施法。明晚就是他俩决斗的日子，他现在出现在这里，毫无疑问是来放狠话的。妈给我的拳头会让你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晚上我们就要打得火花四溅。最后一天了，辛巴决定去向混混们取经。混混们告诉辛巴，他们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通过日积月累的训练获得的。比如不打沙袋就不可能练出肌肉，这倒是很有道理。可这沙袋怎么还会叫啊？不错，里面确实有人。听到辛巴的声音，马丁探出了头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交保护费的时候指示他们，得有人告诉你们的校长啊。我很了解情况。晚上，辛巴独自来到了竞技场，看着自己和对手的照片，他心里有些不安。这时，辛小妹来到了辛巴身边，她想劝妈妈放弃，不愿妈妈受伤。可事已至此，辛巴又怎肯临阵脱逃？这场战役他是为孩子们而打的，若是他退缩，孩子们的世界将会变得暴力不堪。即使如此，辛小妹也觉得应该会有更好的办法。辛爸和女儿是一样的观点，所以他换上了辛妈的装扮，打算在明晚代替妻子去和创始人决斗。不过，就他和辛妈在体型上的差距，根本就行不通。不管人们怀着怎么样的心情，第二天的夜幕都准时降临了。为了让妈妈能少遭点罪，兄妹俩在他手上缠了很多层绷带。辛爸则是不断嘱咐妻子躲着点，别伤了自己。准备工作就绪，选手就该入场了。单从双方选手的阵仗来看，辛妈已然落败，他就只有简单的介绍外加嘘声，而创始人则是有4位美女抬上来的，还伴随着欢呼声。待到那清脆的铃声响起，比赛正式开始了。创始人延续了之前兵不厌诈的策略，一面说着不会伤害辛巴，一面重拳出击。他这第一拳差点就让他没起来。辛巴见妻子倒在地上，顿时就急了，本想前去解救，不想竟把自己卡进了座位里。倒是小新身轻如燕，立刻就爬进了竞技场。你敢打我妈妈，我就要把你打倒，踩在你身上跳舞。看着小男孩这么嚣张，创始人也就没客气，追着小新就挥起了拳头。只要是他再灵活，最终还是被创始人给抓住了。眼见他的拳头就要打在小新身上了，辛巴冲上去就给了创始人一拳又一脚。这次突袭成功，给他心理和身体都造成了重创，所以很快创始人就被辛巴制服了。投降吧，不要逼我折断你的臂膀。随着辛巴手上的力道越来越重，创始人投降了。然而就在辛巴起身向观众致谢时，这货又准备在背后放黑枪。然而此时的辛巴早已有所防备，在他即将靠近之时，来了个漂亮的回旋踢。创始人这下是再也没有反抗之力了。听到观众们的呼声，辛巴却不是很高兴。我是为了阻止暴力才打这场格斗的。虽然他也承认身材变好了，认识了不少有趣的人，但也感受到了内心的黑暗之处。可惜他的这些话不会有人听到了，因为外面有2个醉酒的男人在打架，所有人都跑出去看热闹了。辛巴听到后就说也想去看，结果被妻子的甜言蜜语给哄走了。现在场上就只剩下了兄妹俩。小新提议妹妹来打一架，解决从他出生就开始的他俩之间的矛盾。反正也没人，辛小妹就答应了哥哥的请求。兄妹2人同时冲锋，辛小妹率先出手，只一拳就让小新倒地不起了。为了还孩子们一个充满爱与和平的世界，辛妈不顾自身的条件，接下了创始人的挑战。这本身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对决，却在母爱的驱使下让辛妈获得了胜利。但即便如此，她所带来的改变似乎微乎其微。专业的格斗场关闭，人们可以去看醉汉打架，而辛妈所做的一切努力，在他们眼里不过只是一次寻常的格斗罢了。或许像辛妈这样非黑即白走极端，看似伟大，却也代表着另一种程度的自私。仅仅考虑孩子就消灭别人的爱好，也许会让人心之恶往更深的黑暗探索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